今天俊谷是来到了凤凰古城，我现在是走在这个小木桥上面哦。这个木桥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八卦的造型。走在这座小木桥上面呢，可以感受到上面这个人工水坝的雨雾。这个雨雾打在脸上会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啊。今天刚好也是阴天，空气可以说是十分的清爽。下面这条江是叫做沱江，它是长江上游的支流，它的发源地是在川西北九鼎山的南麓。这边有一个渔翁在钓鱼，看样子是钓上来的一些。上钩了。我现在是沿着沱江边走，一边来去给大家讲一讲这座古城的历史。凤凰古城是始建于唐朝永隆2年，也就是公元681年。最开始是以土石筑成，到了明朝呢是改为砖石城，清朝之后又改为石城。它东西长有600米，南北宽有400米，总共是有6座城门。古城的街道格局以及建筑风貌是成型于明朝，扩展于清朝。城里城外总共是有30多条古街巷，城内是有100余栋古民居。古城青山绿水环抱，风景秀丽，它是有着中国最美丽的小城的美誉。古城的历史文化非常深厚，人才辈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再给大家讲一讲凤凰古城的近代史最初是怎么火的呢？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边城》而火了一把。之后呢，再加上本地人的一把操作又再次火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点飘了，那么就收起了门票自从收了门票之后呢，这里的游客就少了很多，所以呢，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取消门票。但是现在的游客量就大不如前了。现在是从阴天转为小雨了。沱江的河水还是十分清澈的，江底下还长着很多植物。刚刚下了一阵子雨现在还在下，地板都湿了。有人站在水坝上方钓鱼，我感觉这样做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危险因为这个水坝呢，通常来说是比较滑，就算是会游泳下面的水也是比较急，也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这边上有2个很大的水车。游览凤凰古城大概是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边呢就是沱江，另外一边呢就是古镇。我现在呢是沿着沱江边一直走到最下面，然后呢从另外一边绕进古镇里面去。在沱江上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造型非常美观的桥，但是这些桥大多呢都是一些仿古建筑，已经失去了古色古香的韵味了。下了一场雨之后，远处的山就出现了雨雾朦胧的感觉了。这个凤凰古城居住的大多都是属于土家族或者是苗族的人，所以他们的建筑至今都是保留着吊脚楼的风格。这个位置有很多人在这里拍照都是租了当地的民族服装特别是这座石墩桥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是要在这里打一下卡。看来这个雨一时半会停不了了，现在准备从这座城门进入古城。我们脱了衣服就可以去配这里有一座建筑上面是有凤凰县3个字，但是呢，它这里是要收门票的，是杨家祠堂。现在我走着的这条城墙大概率呢是现代做的，看它的工艺就看得出来。
这座古城本身呢，它是不需要收门票的，但是如果说要去古城里面的某些景点的话呢，就是需要收门票。当然，它也有套票，套票呢是140块钱哦。当然，因为有很多景点呢，并不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呢，我还是遇到自己想逛的景点呢，再单独买票。这前面呢是另外一座城门，这是东门城楼，它也是古城楼。这座城楼啊，也是需要单独购买门票的，里面应该是有演出。出了深恒门之后啊，又回来沱江边上了。这边呢还有一座宝塔。刚刚我是有提到这座凤凰古城啊，是因为沈从文先生而出名。那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边城》。那这个《边城》呢，也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当可有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屿上，发现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里安顿下3-5千人口。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他书中所写的那一座城市啊，就是凤凰古城，因为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凤凰县。但是书中啊还有另外一段话：由四川过去湖南，靠东有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叫茶洞的小山城时，便有一溪。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湘西的花原县茶洞村。茶洞村才是沈从文先生描写的那一座边城哦。边城呢，是我下一站的目的地。很多人在沱江上面钓鱼。原来这条街就是所谓的酒吧一条街了，刚刚都在这里经过了。翠翠屋，翠翠其实就是沈从文先生《边城》里面的一个女孩的名字。现在就沿着这条街啊，直接去沈从文故居看一看。现在来到凤凰古城中间的一个广场了，还是要继续往前面走，看一下这边的路牌。沈从文故居应该是往这边哦。到了，这里就是沈从文故居，需要购买门票。这边是一个陈列室，里面呢是放着很多沈从文文集。凤凰。从边城走向世界。一座故居，票价40块钱了。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陈列室，里面是放着一些古老的家具，还有一把藤椅，古老的柜子。沈从文小说选。上面这张照片是1934年沈从文在北平。前面这座才是堂屋啊，我们过来看一下。堂屋的前面还有一个大水缸，也有一些游客是扔了一些钱币进去。堂屋的中间呢是放着沈从文先生的雕像。
1902至1988。堂屋的两边呢是卧室，一张桌面都有点陷下去的办公桌。这个书架是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用过的，然后再搬回到这里。还有一个古董唱片机。里面还放着一张唱片呢，写着中国唱片。这应该是他以前睡过的床啊。这个床呢非常小，大概只有1.2米宽。再来看一下整个房间的格局。这边也是放着2个柜子。从这边呢还可以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里面就放着更多的古董家具了。那这个房间呢，更像是沈从文母亲的房间了，因为这里面呢是挂着他的母亲黄氏的照片，还有他父亲的照片。这柜子上面呢是有一些碗啊、壶啊。还有一些杯子、花瓶。这里还放着一个摇篮，是竹子编制的，上面还放着一些鞋子。感觉以前的床啊，比现在的床呢更加复杂。上面呢是有很多雕刻的花纹。这座沈从文故居啊是有2楼的，但是这里面呢是游客止步。你可以过来，到时候给你打折。是消费什么嘞？没有最低消费啊，就是一个环境嘛。如果你觉得你要去嗨吧，你要……我看到凤凰古城里面呢有很多卖朱砂的。因为这里啊是很近贵州的铜仁，贵州铜仁呢就是有一个乌沙的矿场啊，对面呢也是一个景点啊，也是需要买票才能够进去的。这是一个博物馆。参观完沈从文故居之后呢，我们现在沿着沱江边走，一直走3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沈从文的墓地。我刚刚一路沿着沱江边走，就发现有好多类似这样的桥梁啊。你看，它一边呢是在水面上，另外一边呢是在水下面了，非常的奇特。下面也有一座类似的桥梁，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有最多桥梁的一座古城了。沈从文先生墓地，我刚刚是从沈从文先生故居啊，就是一路走过来，大概呢是走了1.4公里，需要16分钟，应该是在这边。沈从文墓是往这边，这里有一块碑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块碑的后面呢还有字，上面是写着“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一词一样，赤子其人”。我们来看一下这4句话的后面4个字啊，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在这块碑的后面啊，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浅的山洞，这里是写着“云窟”。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啊，就是在沱江边上。这座山呢是叫做天涛山，
它的前身呢，就是清代曾任钦差大臣、云贵提督的凤凰籍苗族人田心树为孝敬他的母亲杜氏而修建的花园。这里也是文人墨客在凤凰休闲观光的场所。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杜母园。沈从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凤凰县人，生于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病故于北京，终年86岁。在先生的一生中著有500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著作。我看到这座石碑的两边各有一块木质的牌匾，而且下面还有一个箭头写着沈从文墓，都是指向这中间。所以呢，这一块石碑的后面就是沈从文先生的墓。但是从外观来看完全看不出是一座坟墓。后面呢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两旁也是有很多树。这里呢是有一块石碑，刻着后记，上面有些字迹是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你看这里也是有一块木质的碑，沈从文墓，下面是一个箭头，也都是指着中间这个位置。这一块石碑就相当于是墓碑了。你看下方呢是放着一些塑料菊花，